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洞察局势，开启视野。普京举债3万亿，俄罗斯经济深陷泥潭，波兰重启地雷生产，构筑抗俄防线。俄罗斯经济正滑向不可逆的深渊，克里姆林宫不得不通过巨额举债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政府计划在未来17年内将国家债务增加约 2.5 万亿美元，以填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黑洞。这项由俄总理米舒斯京批准的长期预算显示，到2042年，俄罗斯的国家总债务将从目前的约4850亿美元激增至惊人的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普京正在透支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国运，来为这场侵略战争买单。更糟糕的是，作为俄罗斯经济命脉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正在急剧萎缩。预计到2042年，油气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减半至 1.9%。随着国家财富基金几乎耗尽，且受制裁影响无法在国际市场融资，俄罗斯银行和中央银行将被迫成为这些有毒债务的接盘侠，通过内部循环来掩盖财政崩溃的事实。这场战争正在抽干俄罗斯最后一滴血。就在敌人为钱发愁的时候，乌克兰的军工实力正在迎来质的飞跃。乌总理史梅加尔宣布，乌克兰将与德国展开深度合作，共同生产200套博赫达纳自行火炮系统，项目总价值高达 8.15 亿美元。据悉，这套武器采用了乌克兰自主设计的博赫达纳火炮系统，底盘则使用了德国援助的梅赛德斯奔驰 Zetos 重型卡车。这种乌克兰火力加德国机动的组合，将极大提升乌军的精确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除了这200套火炮，乌克兰还单独订购了1000辆 Zetos 卡车。这些德国战车早已经过现代化战争的检验，不仅承载能力惊人，还能适应无人机作战等复杂环境。从这足以看出，乌德两国的防务合作已经从单纯的援助升级为深度的工业融合。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先进装备，乌克兰军队将拥有更强的底气，将侵略者彻底赶出国门。另一边，乌克兰的盟友波兰也在发力。波兰国防部副部长萨卢斯基证实，波兰将重启人员杀伤性地雷的生产，并计划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击败俄罗斯，共约700公里的边境线上。自冷战结束以来，波兰就停止了这种地雷的生产。如今重启，就是表明将对俄罗斯潜在的侵略威胁予以最强硬回击。为了这次部署，波兰还启动了退出渥太华公约的程序，并将计划纳入宏大的东方盾牌行动。后续将继续往东部边境部署500万至600万枚地雷。这不仅将彻底封死俄军可能的地面入侵路线，更是给普京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除此之外，萨卢斯基明确表示，如果产能允许，这些地雷也可能出口到乌克兰。波兰国营军工企业贝尔马公司更是已向波兰军队供应了其他多种类型的地雷。正如萨卢斯基所言，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其实就是保障波兰的安全。欧洲和波兰的安全警戒线与俄乌情势息息相关。一边是举债度日透支未来的俄罗斯，一边是盟友云集防线日益坚固的乌克兰，时间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